家好，我是伊娃。今天让我们去巴黎寻找美食吧。这次我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，从柏林到巴黎加上转车，一共耗时8个小时左右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巴黎。片尾我会向大家报告火车、飞机的不同旅行体验。一个有趣的事实是，德国的高铁最高时速竟然是在法国境内才能实现的。虽然来过巴黎不少次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景点没有参观过。这次就以游客的心态吃吃玩玩吧。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凯旋门啦，建议大家提前网上买好票。虽然也要排队安检，但比起排队买票再重新排队安检，可要节省很多时间。站在凯旋门的下方，可以看到拱门上精美的浮雕和花纹。这次很幸运没有遇到装修期。对于欧洲的文物建筑有一句夸张的评价：100年不修，一修100年。经常发生的就是计划出游而地标在整修中，比如巴塞罗那的圣家堂。凯旋门有提供给残障人士的电梯，我们就要爬楼梯了。其实台阶并不太多，而且螺旋楼梯从上往下看很漂亮。上到第2层平台，电视屏幕里一直在循环播放这段视频。我以为这是凯旋门曾经整修时的记录，后来才知道这是由著名大地艺术家 Krzysztof Wladimirov Javashev 设计的包裹凯旋门。登上凯旋门的露天平台，可以看到巴黎的全景。我觉得巴黎比柏林漂亮的就是这些没有在战争中被炸毁的建筑了。从这里还可以远眺蒙马特高地及圣心大教堂，当然埃菲尔铁塔也不可少。明天我还会去另外一个观景点好好看它。在地铁站里竟然看到鲜榨橙汁的自动贩卖机，不愧是巴黎。肚子有些饿了，到巴黎当然要试各种烘焙和甜品。就近找了一家评价不错的华夫店，名字叫 Yummy and Duty Free。幸运的不用排队，点了芝士奶油加柠檬皮。很明显手脚麻利的店员漏了柠檬皮，味道还不错，但没有我在布鲁日尝过的一家燕麦华夫饼让人惊艳。第2家是综合甜品店 Food Patisserie， 他家的卖点是集合了巴黎各个名店的特色产品，蛋糕旁边还会标明店家和甜点师。我点的 Vanilla Flan 香草味很浓郁。出发前往下一家面包房的途中，是的，今天的晚餐就是各种甜食啦。经过了蓬皮杜艺术中心，这是幢非常有特色的建筑。今天的最后一家面包房就是网上好评如潮的 Boy and Me， 他家的 croissant 和 snail 确实好吃，但远远没有到关门的点，店里就只提供瓶装饮料了，有点失望。第2天的行程还是寻觅各式面包房及景点，路上的店招很可爱呢。早餐来到一家以泡芙闻名的面包房 Tapisserie， 还是以酥皮面包为首选。虽然这个点有些早，但谁说早餐后不能来份甜品？泡芙外壳金黄，香草酱是半流动的，不愧是招牌，非常好吃。而且法国的热巧克力不甜，搭配甜食刚刚好。下一站是被评为巴黎最好吃羊角包的 La Maison d'Isabelle， 店家门前是一个小广场，不知道是不是赶上了当地的周末市场，有鲜花、各种新鲜食材、橄榄油、乳制品，还有一家卖古董家具的。这个单人沙发真漂亮。面包房的邻居是葡萄酒专门店，邻居的邻居是芝士店。有了这3家店，就能提供法国人的每日必需品了。招牌上注明他家在2018年得到巴黎地区的黄油羊角包的1等奖，就冲这再长的队伍也要排啊。先来个特写，撕开看一下内部结构。这家的羊角包有一股特殊香气，个人以为他家特别好吃的原因是黄油在面团中所占比例高，而且使用了不一样的黄油。接着去看望了一下还在重建中的圣母院，恢复中的教堂对外是关闭的，但前来探视的游客还是不少哦。巴黎的街道真是美呢。原计划是再去 Cité Collège Opéra， 但是因为没有预定，他家不仅大排长龙，我想要尝试的蛋糕也已经售罄了，那这个遗憾就只能下次弥补了。
不过不远处是 Angelina， 虽然内用也是有个长长的队伍，打包就还好，那挑几款蛋糕带走吧。他家的招牌 Mont Blanc 是一定要的。后来和其他餐厅同款蛋糕 PK 了一下，招牌就是招牌，在口感上远远胜出。今天傍晚预约了去蒙帕纳瑟大厦看日落，可能是疫情及安检的原因，大厦只开放了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，绕了一圈才找到门。现在在巴黎去很多大楼还是会需要进行简单安检的。夕阳看完后，再走到另一边，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亮灯了。晚上璀璨的铁塔更美。我们今天晚餐就在餐厅 20 Eiffel， 因为从餐厅门口就可以看到闪亮的埃菲尔铁塔哦。餐厅晚餐只提供3道套餐，前菜、主食和餐后甜品都有4种选择，只是几乎没有素食选项。这餐吃得很满意，回酒店养精蓄锐，明天出发去迪士尼喽。今天继续法式早餐，各种酥皮面包是从酒店附近的社区面包房买的。看到这个标识，怎么都不会坐车，全世界都一样，只能说迪士尼太成功了。今天大家就随着我在迪士尼里面走一走，逛一逛，玩一玩吧。我没有玩太多项目，不过看到别人玩，听着尖叫声、笑声也很开心。La route 66. Je suis trop content.
experience our nighttime spectacular Disney Illuminations presented by Pandora.梦幻的一天过去，今天是此行巴黎之行的最后一天，而最后一个行程安排的就是卢浮宫了。在精神饱餐之前，还是要先解决肚子。今天的面包房是有着近200年历史的 Stora， 除了酥皮面包，我还买了他家的特色 Rum Baba。在卢浮宫的背面看到有一幢建筑，它的设计能达到视觉欺骗的效果，可以引入周遭的环境里。卢浮宫以及周边的建筑都很美。而卢浮宫的队伍永远都是那么长。我没有去陈列多个镇馆之宝的德农馆，而是只在黎塞留馆参观。因为周末有罢工，我们原来周五安排的卢浮宫改到了今天，而中午已经订好了餐厅，留给我们在这里参观的时间就有点少。大家跟着我走马观花吧。而黎塞留馆大部分知名藏品都在外界中，只有这幅画作还在。参观过程中看到不少学生，有在藏品前听课的，有席地而坐素描的，还有做作业的。在巴黎学习艺术的他们好幸福。临走前的午餐在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日法融合餐厅 Mama Goto， 食物美味，帅哥服务生态度特别好，给此行划下了一个圆满的记号。最后用打分的方式比较一下火车、飞机出行的优缺点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次旅行中再见喽。